平生缘，一夜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焚诗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豪杰终结化尘烟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经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不便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庄周这片秋水，气势恢宏，言简而意深远。可叹现今儒者只会摆弄笔墨，远不能解读庄周的原意。子房，你说呢？前日与张相国清点粮仓时，儿臣发现有人竟以军方名义私藏粮食，我奉王命，理当收缴。姬将军，你可有怀疑人选5000户，只有这些没有被记录的征粮去了哪里？最危险的陷阱，往往意味着最意想不到的出路。夜幕露出了破绽。韩兄从魏国购粮不过是虚言，流沙的目标一直是翡翠湖。翡翠湖大人，10日赌约已至，请支付赌金。启禀王上，粮受韩兄所托，将王上寿宴用款送返，共6500斤。王上，九公子终究还是私自挪用了寿宴用款，扣押了将领，这罪不能免。子房，你可听过无限生财之奇术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一个巧妙的骗局，因为多出来的军粮本来就没有记录在账目上。奉王上圣谕，奸商翡翠虎私屯军粮，粮仓纵火，一律羁押黑铁狱，明日问审。王上，九公子虽犯下3罪，但所幸并未造成恶果，其功在于解救灾民，稳定粮价，受益韩魏两国。臣以为功过相抵，可显王上恩威。臣以为不妥。韩非纵然有功，可其违法事实也不容辩驳，而且所犯皆是重罪，当从严处理。九公子一向主张严刑峻法，难道自己犯法就可无论对错，网开一面？韩兄所犯3罪，其中私调军粮实为转移，且已奉还；扣押将领是火灾隐患未除，不得已临机处置，都不足为虑。只是这挪用寿宴用款，其中还牵连了盗取朝廷命官官印的重罪。虽已超额返还，但此举确实已然违背韩律，
且已触及王权底线。如果翡翠虎没有罔顾南阳百姓性命，一再咄咄相逼；如果四公子没有只顾自身权力而漠然置之的话，韩兄又怎会行此非常之策？父王，所谓刑不上大夫，九弟身为公子，虽然处事不当，儿臣以为也应另作处置。可笑！韩非此次化解危局，于韩魏两国皆有大功，难道不该褒奖？一群臣子却在妄议处罚，荒唐！姑母说的是，那不妨……不妙。太后此言虽然公允，但其魏国太后的身份，难免会让王上心中起疑。若父王想赏赐韩非的话，就请赏韩非一顿重责。哦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儿臣触犯韩律，就算依相国大人所言功过相抵，也不该受赏。况且儿臣身为司寇，理应罪加一等，还请父王惩戒。寡人心中已有定论。谢父王。韩非犯下3条重罪，念在其能亡羊补牢，故罚鞭刑300，以示惩戒。君虽然救了赵，但是子房，你知道他的结局吗？信陵君救得了赵，但他却救不了自己。虽然同为公子，但良深信韩兄定会有自己的路。此前王上似有立储之心，四公子与九公子正是最有力的人选。如今九公子如此锋芒毕露，朝中地位尚未稳固，就已经四面树敌，只怕并非王储之位的合适人选。在韩兄心中，法确实是一国的基石，但法始终是建立在善恶对错的标准之上的。叶牧在韩国经营多年，早已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对错标准，唯有将其破碎，才能重铸全新的韩国。父王，已经200多鞭了，再打下去。皇上，九公子毕竟乃栋梁之才，这样用刑，只怕……父王，我看九弟已经醒悟，剩下的100鞭……父王，韩非有罪，不可轻恕，请你继续。哥。让他们下手轻点。子女姑娘，轻点。你威风逞能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疼了？这也是无奈之举。父王素来极为看重王权，我越权行事，已经触怒了他，遭受点皮肉之苦，已是万幸。你伤还没好，又要出门啊？哼，要是晚了，那个老朋友，怕是见不着面了。翡翠虎，你我的10日赌约，看来是我赢了。韩非，阴险狡诈，
不得好死！那你可曾想过，那些受你坑害的南阳百姓是如何艰难求生的？那些被你强夺家产的人，又是如何潦倒残生的？我只恨没有早日看破你的奸计，才是酿成今日祸患。我的计谋算不上高明，只是你被蒙蔽了眼睛。当日你粮仓纵火，陷我于死地，但你可否想过，如果你将自己私藏粮仓的军粮也一并烧毁，我将绝无翻身的可能。一切都只怪你太贪心。子女姑娘，这座地段更好，景观上佳，风水一流的府邸，你可还满意？若不是你有上佳的运势，也不见得能赢。并不是运势，我有帮手。帮手？如此巨量的粮食，想要顺利转移，没有得力的人手怎么行？难道？魏庄兄在明，天则在暗。叶幕怎可能想到这层？账目清点无误，扣除支付铁血盟的酬金，柳沙从翡翠虎那里获得了19000金。另外，通过将其私藏粮售出，获利也接近10000金。子女姑娘，我对赌时欠了你1000金，现在还你29000金，这个利息可是翻了好几番。井底之蛙不可遇海，春夏之虫难言冰雪，真的只是见识浅薄吗？诚然，井底之蛙受限于井口的视野，看不到江河湖海，但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假的吗？就可以任凭井外的所谓高人鄙夷吗？我们都是井底之蛙，只不过井口的大小各有不同。肆意鄙夷他人的短视，又何尝不是井外之蛙呢？